如果你的股票出现了水下双金叉，同时 MACD 有背离，你认为可以抄底吗？10个股民9个都会说可以吧。你会发现买在了高点，没什么利润。那这里呢，突破了下降趋势线，又是 MACD 金叉，这里可以抄底吗？如果你买入，你会发现这次好像更长。那以后再遇见水下双金叉，并且还没有背离哦，这次还敢买吗？不敢，不敢它就会大涨。为什么好像是同一个买点，但你买了它就跌，不买吧它就涨，而且是大涨。关键其实在于你对于水下双金叉这个买点是否还是一知半解，这个买点它是否有其他的要点，为什么你学的时候别人好像没跟你讲呢？欢迎来到阿哲的 MACD 系列课程，阿哲频道日常会解析美股市场，也会分享技术分析交易技巧。如果你是新朋友，可以订阅阿哲频道，点开小铃铛，不错过每期视频。前2期视频我们教学了水下金叉后如何研判趋势见底，把握底部反转行情。而今天我们学习水下双金叉小压出水，究竟还有哪些要点会影响它的实战效果？先看到基本的形态解读。同样的，我们需要知道一个前提，就是小压出水是研究零轴以下水下的 MACD 金叉表现。所以如果你的股票走势 MACD 基本在零轴之上，那么你就可以不用将小压出水作为买点来观察。看到第一个要求， MACD 需要在零轴下方出现2次金叉，也就是红柱变绿柱的情况得出现2次，而且不是简单的金叉，还有一个细节上的要求，它是第2个条件。MACD 水下的2次死叉，因为有2次金叉，那么必然会有对应的2次死叉，而这2次死叉的面积要求它需要有所减少，表示股价下跌动能的衰竭。一般情况下，只通过肉眼就可以明显的观察清楚。而如果你想知道关于 MACD 能量柱面积的精确计算公式，也可以看到视频下方 MACD 基础教学系列关于离差值的视频介绍。当出现水下2次金叉，并且下跌动能有所衰竭的情况下，这种水下双金叉效果会更佳，但不能因此就去抄底买入，关键要等待 MACD 的小压出水点。在2次金叉后，快线也就是图中的白线首次由水下上穿零轴到达水面之上时，就是小压出水点，也是我们等待的一个交易信号。但记住，小压出水往往有多次买点，出水点只是第一个，并且小压出水如果能够结合传统均线技术，会发挥更强大的效果。视频结尾，阿哲也会提供一个较为适用的均线参数给到大家。我们看到开头的行情走势，为什么首次出现水下双金叉效果平平，行情一直处于震荡？因为根本没有出现买点，快线一直在水下，没有出水动作，所以只能观察而不是介入。而当价格出现突破下降趋势线，而且上涨中还有快线上穿零轴，这好像是一个小压出水点。但阿哲明确告诉你，并不是。股价后续暴跌，这里就考验你了，小压出水的基本形态是否真的记住了？思考一下，可以告诉阿哲为什么这次的快线上穿零轴不能成为小压出水点呢？再看到它水下双金叉，但 MACD 快慢双线并没有背离现象，为什么它就能成功走出底部反转行情？因为我们并不需要快慢双线的背离，只需要2次金叉后MACD 的红色能量柱有减少的迹象，并且越明显越好，而这就够了。如果你学过缠论，应该也知道类似的原理。缠论中的背驰就是这种形态结构，而我们入场布局的开始就是 MACD 的快线由水下上穿零轴水上时，它的低点也可以作为行情后续的防守位，而这就是水下双金叉的基本使用技巧。学到这里，你已经能够规避部分错误的抄底买入，但是它还能够更好。接下来我们需要在主图中添加均线指标来辅助我们
MACD 小鸭出水的交易信号。这个技巧也可以用到其他 MACD 的金叉交易中，就是将 MACD 和中期均线相结合，用双重趋势指标来验证当前标的交易的可行性。如果你选择的小鸭出水形态正确，那么在2次金叉时，股价理应是在中期均线下方，而在水下双金叉后，它将快速突破中期均线，也就是说，出水点附近应该有均线的突破行为，这又是双重趋势确认买点。而第2次的买点，我们会将趋势均线上的回踩不破作为低吸介入点，因为你的交易是建立在中期均线之上，那么我们可以将2次入场交易点它的防守位都放在中期均线上，不去有效跌破，那么依旧后市看好。有时候也可能会在均线上多次的回踩，那么根据实际行情，我们也可以将买点进行增加，但阿哲建议买入最好不超过3次，因为给到的机会越多，说明股价在均线上表现得越弱势，越多的买点可能反而是再次破位的征兆，要及时离场，而不是盲目加大筹码。这里的中期均线没有特定的数值，图中用的是60天均线，一般我们设置51、55、60这3个参数的中期均线都可以作为比较好的参数选择，而60天均线被不少交易者认为是股票的生命线，所以图表中阿哲就选用了60天参数。现在当你再次看到这种下跌的个股，至少你知道如何去分析和交易。价格在漫长的下跌中， MACD 完成了水下的2次金叉，而关注点放在 MACD 红色能量柱，是不是2次死叉带来的能量柱它的面积大小有非常之大的差距，说明这2次下跌的力度非常悬殊，而下方的 MACD 双线还和股价出现了背离。虽然我们不关注背离，但有总比没有强。股价创新低而 MACD 没有，那么在股价出现出水点前，一般我们观望比较好，哪怕你很着急，但是在此之前也尽量别放太多仓位进去。在2次金叉后，还是经历了一段震荡走势，直到 MACD 快线上穿零轴，同时在这之前股价也突破了60天均线，这里可以作为一个布局点，而后的回踩均线止跌支撑为2次低吸点。我们更希望看到1次回踩就能立马出现强势阳线启动的行情，这就是 MACD 和中期均线的结合，双重趋势确认下，交易的区域会有更大的胜算。MACD 第3种金叉你学会了吗？更多 MACD 教学和技术分析课程，订阅阿哲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。